托梦第7章，希望渺茫。只看完这封遗嘱，对于我和对于警方来说，因为角度不同，判断的方向可谓是背道而驰。首先说我终于明白为何林老头的死被他们怀疑是和齐浩洋有关，因为他们不会像我这样主观地相信齐浩洋的为人。根据所有人的描述，这个老人由于身份背景特殊，没有家人，性格难以接近，又得罪过不少医生，几乎没有人愿意接近他。而齐浩洋却是一个例外，在他们看来，其很有可能是在得知老人的家境以后，兴起恶念，接近他，从而伪造老人的遗嘱。这个推测简直是胡说八道，有辱人格。我气急败坏的道，齐浩洋根本不是那样的人，这一点我比你们清楚。我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，接着道，再说他会傻到用自己的签字笔和稿纸去仿造那个老人的字迹吗？在我们看来，这也可以是证据。杨警官严肃地道。行吧，我摆了摆手，接着道，那么还有呢？我指了指他手上其他几张纸问，这几张暂时还不能给你看。警官道，虽然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但作为证物，我们有权暂时替齐浩洋保管。但是他顿了顿，接着道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封老人写给齐浩洋的遗信。确认了吗？我问道。对，我们的人已经比对过了，虽然遗信中的字迹有些连带潦草，一看就是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所写，但毕竟是出于他本人，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了。哦，我缓缓地点了点头，道，那信里说了什么？和你关系不大。我听得出这算是婉拒，但他接着又道，大多是他对齐浩洋的感谢和交代的一些事情罢了，对你而言也没什么太大的价值。只不过对齐浩洋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在信里解释了第一次的咬伤是在1个多月以前，而他回忆那只猫已经死掉了，也就是说老人的确是有可能死于狂犬病。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只不过没想到我一口气呼到一半，他却吊起了胃口。杨警官，请你有话直说。我没好气的道。杨警官道，只不过到目前为止，这件事并不是一处疑点都没有，所以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。他又开始用他那犀利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的双眼，我几乎要跳了起来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听得他改口说这件事而不是这个案件，这似乎是好事，至少我认为他现在是站在我和齐浩洋这边的。哦，你指的是哪方面？我缓缓地问道。你刚才说看到过灰色的野猫，警官道，信中却说那只猫已经死了快1个月，那么袭击你的动物又是从何而来的？我能感觉到他在套我的话。而且齐浩洋去辨认尸体的那个上午，也曾说遭到一只野猫的袭击，但是在场的工作人员却都没有看到。警官道，我一时语塞，当时真想怼他一句，难道是我俩都产生幻觉了吗？不得不说，脑子一直都有点迟钝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问道，齐浩洋也被猫咬了？虽然没有人能证实，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
杨警官说着，取出了几张照片，放在我的面前。照片中，齐浩洋的手背上的确有几道被抓过的痕迹，隐隐泛着鲜红的血印。我不自觉地挠着手心，只觉得一阵钻心的奇痒，直到手心开始微微发烫。我希望能见见他。我将剩下的几张照片向他推了推，坚定地道。杨警官犀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，但在片刻之后，他却微微地点了点头。终于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心中暗自庆幸了一番。下午，一位医生打扮的青年人引着我和杨警官进入了一部内部电梯，按键上只有负1和负2。外部电梯正在检修，二位跟我来吧。医生道。我看啊，你们早就该这样设计了。杨警官对医生道。对，外部电梯密码太简单了，如果不是这次事情搞得这么大，我们也想不起来这件事。现在好了，统一改成刷卡走员工电梯。医生一面刷着员工卡，一面点头称是。我心里暗暗叫苦，如果不是多此一举弄了个6个9密码的电梯，那老头绝对出不来，这件事也就不至于搞成这步田地了。今天白天的状态还算稳定，不过我们发现他身体里的细菌在不断增殖，目前主要还是用抗生素治疗，但效果不太理想，身体还是很虚弱。二位先签下字。医生简单扼要地朝着杨警官说着，随即递过来一份文件，指了指隔离病房门外无菌隔离几个字道，所以现在只能通过监控看他了。他什么时候能好起来？我想给他做个笔录。杨警官虽然这样问，语气却显得相当关切。我建议还是再等等吧，他状态好一些，我给您通知一声。医生答。没有想到，面对这种疾病，再健壮的人也会落得这个地步。显示器里齐浩洋的身上插满了管子，床头也摆的全是些仪器，他的气色很差，嘴唇干到微微起了皮，蜡黄的脸上薄薄的眼皮泛着光，微微的抽搐着。浩洋，是我，你听得见吗？我摸到一个话筒，凑到跟前道。他能听到吗？我转过脸问医生，医生点了点头。只见荧幕里的齐浩洋眼皮又是一阵跳动，有些艰难，但几番努力之后，也只能半睁着眼望着摄像头。阿文，他的声音显得很无力，口齿也不太清晰，他似乎根本无法控制嘴部的肌肉，每个字都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。阿文，他又道，这声音听了真叫人心碎，怎么也想不到会弄成这样。是我在这儿。我连忙回答，鼻子和眼睛却一阵疯狂的发酸。树，痛，痛。齐浩洋道。树，痛。我的脑门开始冒汗。什么树？你哪里痛？我着急地问道。但接下来的回应就是很模糊了，支支吾吾，根本听不清楚一个字。我一脸茫然地望着医生，我看今天就到这吧。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而望向杨警官道，让他休息吧，他现在白天状态还行，但等会儿到晚上就不那么乐观了。希望大吗？杨警官问道。我瞪大了眼睛望着他的脸，他的表情有些紧张，向外突出的咬肌不停地跳动着，但我还是没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不好说，这种感染非常棘手，关键
还是看他自身的免疫？医生顿了片刻，但接下来的几个字对我来说晴天霹雳，并不为过。医生叹息着道：可能希望不大。